常谢谢天下文化提供这本书，我们班有一半的同学都有看到这本书。再谢谢我的家人、朋友还有老师，有人帮我录制摄影，然后有人帮我指导说要怎么报告会比较流畅。我这次的发想设计了一个跟作者可能很类似的实验，但是是不一样的，可以建议学弟妹说，假如这书中有什么值得你再度探讨的地方，你就可以去做一个实作。那当然调查也是可以的，但我觉得实验上会让人家更加确信说你这个结果，有点像有图有真相这种感觉。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本书《为什么要恋爱》。这本书是由史蒂芬妮斯·卡乔波所著，由天下文化出版。因为作者本身是脑科学家的关系，所以他以科学的角度来介绍恋爱以及孤独，还有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。那他也引用了许多他亲身的经验，以及他在实验室所做的实验。那接下来我今天会以这3个部分来展开我的分享。首先是恋爱所带来的正向影响。当你听到你喜欢的人名字时，譬如说我现在说王建凯，然后呢，你的杏仁核就会接收到这则讯息，并且它会通过你的大脑神经传到大脑，接着就会启动你大脑的报偿系统。此时呢，你的大脑报偿系统就会分泌一些常见的化学物质，像是多巴胺。接着大脑转换这些讯息之后，就会产生愉悦的感觉。这就是恋爱所带来的正向影响之一。而作者在第4章有提到，他做了一款实验，叫做恋爱机器。你可能想，恋爱机器是什么呢？那它的功能就是用来让你判断你到底比较喜欢 A 还是比较喜欢 B。那实验的方法也很简单，它是以平板来做一些语汇测验。所谓的语汇测验就是英文单字可能负的，它中间多加了一个 O， 那你就要把这个选出来是错的。那它这个实验进行方法是，首先让一个人先进行一系列语汇测验，但在这些测试之前，他先闪过就是 0.1 秒 A 的名字，然后呢，做完这次测验之后，第2次就是先闪过 0.1 秒 B 的名字，然后再进行这个测验。结果显示，使用你真的比较喜欢的那个人的名字，它的作答速度会提升上20%。而作者提出的解释是说，它是跟脑内的正向反应所致，也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杏仁核看到那个名字之后，就会产生一连串的正向反应。于是我就开始思考，那恋爱会影响我们读书吗？或是说，对我们学生而言，恋爱能带来什么影响呢？那我想，我们大部分的考试或日常的科目都有课本吧，所以就会考量到我们阅读的速度。于是我就思考了一个实验。首先，我想让受试者阅读2篇字数相近的文章，并且将第2篇的文章全部主角的名字都换成喜欢的名字。但是因为我身边没有人在谈恋爱，所以我先以偶像明星来代替。那我的应变变因就是最后我观测的结果就是以阅读的时间，那时间就可以对应到速率。所以我因为刚才作者所提出的假说，我提出的假说是，我认为改完名字之后，它的阅读的时间一定会减少嘛，因为你的脑内就会产生正向的反应。而这是我的实验前置作业，我先去网络上找了很多网络小说，终于找到一篇主角名字出现次数比较多的。而我使用 Word 的取代功能，将所有主角的名字换成我朋友喜欢的名字，所以它看起来就像这样。原本这个地方该出现的是省度，那现在就被他改成他想要的。加要求喜欢对象的名字与阅读速度的实验。这是我们3位受试者分别改的名字。首先是第1位受试者的正常文章。第1篇正常文章的阅读时间是7分58秒。接下来是第1篇修改过后的文章。修改过后的第1篇阅读时间为6分06秒。接着是第2篇正常文章。阅读时间为2分39秒。接着是第2篇修改过后的文章。修改后的阅读时间为1分57秒。接着是第3个正常文章。第3个正常文章的阅读时间为4分23秒。接着是第3篇修改文章。第3个修改文章的阅读时间为3分13秒。由以上实验可知，阅读字数差不多的文章，在修改名字过后，阅读速度会比较快。好，
那相信大家看完影片都有发现，时间确实都有减少。那我想在此解释一下差这么多的原因，是因为这3位受试者，我给他们阅读的文字量是不一样的。有一些我是截取前半部分，但是我取的字数都是差不多。像第一位这个7分多，是因为他大概读的是4000多字，那下面这个 B 他大概只有阅读800多字而已。那我特别感谢就是我的2位同学帮我参加这个计划。那接下来我想，你看刚才都看到了，这样子阅读速度确实会有所提升，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利用恋爱来加速我们学习呢？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利用很新兴的 AI 工具，将一些学习影片，像是有时候就会看一些军医的影片，就会有军医的老师，那你就可以利用一些AI 工具换成我比较喜欢看到的样子，那想必它也能促进脑内的正向反应吧。因为你想看到名字的反应就已经这么大了，那你看到真人，那铁定学习效果会更好啊。像是前阵子也有一个 FB 上滑到，就是有一个韩国很帅的老师在教数学，然后教微积分，很多网友都说他们听懂了，奇怪。或者我想我们可以将题目，就是一般的这种可能数学题，这种名字没有什么会影响文章文意的话，就可以换成你比较喜欢的名字，那就会根据我刚刚那个实验来说，你的阅读速度会比较快，那你读完之后你就可以赶快作答啊，这题目也没有很难，所以你的作答速度也会有所提升。那这正是一个学习上就是恋爱可以帮助我们学习的经验。所以我想根据刚刚我说的3点进行一个结论。首先，正向影响就是你看到之后，你的杏仁核那个神经讯息传到最后，你的大脑就会产生一个正向的反应。那再来实验就是我的实验也证实了作者的假说，就是阅读的时间确实会减少，也就是你的阅读速度就有所提升。那最后应用就是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可能刚前面也有人说过一些 AI 工具，或是说我自己用 Word 的取代功能的话，就可以加速我们的学习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这本书其实还有讲恋爱跟孤独的2个部分。那我刚刚其实只有着重在恋爱的部分。那恋爱其实我还有一点心得是，我发现恋爱不仅是一种感觉，因为其实我以前就是觉得就喜欢啊，但是我现在发现，其实你看到之后，你的大脑还会产生一连串的反应，像是作者也有提到说，其实你在判定你在看到一个人不到1秒钟的时间，你的脑内就会决定你要不要继续跟这个人有下一步的交往。所以其实说人类其实也是一种外貌主义，他有在提到这个部分。那再来是它其实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，像是它可以陪伴你对抗孤独。就是假设说你以后老了，那你如果只有一个人自己在家，那就会很孤独啊。所以它可以陪伴你对抗孤独，以及减缓老化。就是因为你就是你的脑内会一直活动嘛，那脑内活动就会减少脑部的老化，也是一部分。最后结论，我想说我们可以多加利用恋爱的影响力，那我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一股很强大的力量。那最后引用一句作者所说的话， We need to love others to survive， 我们必须爱他人才得以在这个世上生存，这是来自这个作者所说。那这些是我的参考资料，上面是图源，那下面我主要有用了 Word 的修改功能以及取代功能的教学，还有这个温柔的暮色不及你这本小说。那最后感谢各位的聆听，我是嘉义高中王玉倩。